大马的时候，我也逛过很多，比如说 Miniso 啊，或者说那种玩具店啊。然后我这次一样玩具都没有给我孩子带回家啊，就是在吉隆坡逛的时候，一样都没有。回上海买了是吧？对，回上海买。就是我在跟儿子视频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哎呀，我其实看了一圈啊，有好多玩具，但是好像上海都有，然后价格还比那边便宜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为什么我会做这个选择嘛？就基本上你看这个就是10马币出头，对吧？12马币嘛，对吧？12马币左右啊。然后那边就在大马的时候，基本上看到也就是20马币啊，就或者说30马币这样子。然后这一款，我记得这个也是大马那边有卖的，这边是14马币，这个14人民币。但它原价有49哎，它只有1/3的价格。对，就可能在大马那边就是原价。就原价，然后折成20-30马币，对，20-30马币。如果3年前，我觉得，在雪兰莪的这个生活成本是上海70%，现在要倒过来说，现在说上海是雪兰莪的70%，或者说是吉隆坡的60%。大家好，我们跟小陈又见面了。是的，在上海啊，连续3天约会。今天我们要来看，就是我们后面这家很独特的超市，叫 Hot Max。好特卖啊，它的特点是什么呢？便宜。其实它这个超市最早开的时候啊，它是以07食品作为一个标签，然后品牌的特性的嘛。一度你这个失业以后还想要去加盟啊？对，因为我是没有见过那么便宜的东西，我对它的渠道很感兴趣啊。然后后来呢，它因为把渠道跟客户端打通了之后，它就开始不光卖07食品，对，它还卖很多正价的正常保质期的食品。那一直保持到现在，上海开了我数不清有多少店了，反正热门商圈都有啊。这可能也是小陈经常告诉我说，现在上海生活很划算，很宜居的原因之一。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，看看里面到底价格是怎么样的。大家如果有福气的话呢，我们等一下到这里啊，我们现在在徐汇的正大乐城，在上面还有一家盒马开的社区平价超市，叫超合算。有可能的话呢，我们再带大家到上面再去看一下。好，我看看现在进去会不会被赶出来。好，大家跟我们一起去。无论如何，点赞先点起来啊，因为这是我们2个男人的第3次约会啊。来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超市就是这样的，就很亮啊，红色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前面就是放着一些过年的物品，我看它面积呢不是很大，大概几百平，后面有一些饮料，可能也就300多平吧，对吧？就我带孩子来就经常会买这种玩具嘛，因为你看这个玩具其实价格也不贵，然后看上去也很不错。哎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盗墓笔记这种盲盒是吧？我现在啊带了一个计算器，我们可以算给大家看一看，像这样的一个盲盒，19.9除以今天已经是1.74了哈，那来差不多就11马币这样的一个，但是没有什么品牌的是吧？最吸引我的也有，其实你看它左上角其实都有有它品牌的。哎，最吸引我的是这个，因为这个马来西亚也有的这个酒，你看这样一支118毫升的3.9块马币，3.9块人民币就是2马币，对，2马币出头一点点哈，我们就心算一下，你看酒因为在马来西亚本来就贵嘛，在泰国你去的也贵，是，而且有限时的卖。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饮料，这里饮料是很便宜。好，行，我看看会怎么样被惊讶到哈。啤酒你看不用说了，这么大的现在都是卖原酿的，对，这个原酿的7.9块，哇，不敢想象。我们看一下吧。这个包装，因为我不喝酒啊，我不懂，但这个包装好像也很高级的样子，是吧？这个大概是4马币多1升。这个还是品牌的元气森林呢，是吧？对，这个可能我们要卖4马币吧？1.1马币，对吧？那这里就是1.1马币，1.1，对吧？7块钱就有1.7，就5马币也不到，也是4马币可能是。这个有点吵啊，可能我们会受到版权的限制啊，大家尽量点赞啊。椰子水9.9块，对吧？5马币不到。对，5马币不到，也是4点几马币嘛。你看星巴克这种货应该是到处都有的，也是9.9块，它都是9.9块，而且是16，已经很便宜了，一划掉变成9.9块。是的，那我们看点零食吧，很整齐，99鸭，都是9.9块嘛。鸭舌可能鸭舌就贵一点，17.9块，10马币嘛。大马人会吃这些所谓的鸭货啊？鸭货不会吗？不会啊，太麻烦，都吃整鸭的那种，连鸡翅都是不吃的。对，这可能中国特色吧。你看这种鸡爪啊，然后这个是中国人最喜欢的，对吧？泡椒凤爪，我们一代人都很喜欢吃，有点像嗑瓜子的感觉。对，但是它超辣，但是又很香，就停不下来，又辣又停不下来。这也是6块钱，还是有了，就是年轻人据说很喜欢吃，是吗？但是家长呢都说，哎呀，这个可能是有一些不好的添加剂啊什么，不要去吃。是的，其实我们可以随便拿一个这种，我们看一下它的配料表，其实很复杂的，我不懂啊，虽然我以前学化学的，但是我不懂啊。但是你看里面的配料表，4行5行，一共5行，所以现在我这种东西我也不吃，因为我觉得这种我不了解，但是看起来很吓人。对，一大堆嘛，都是一大堆。是的，1块钱人民币这样一份，这是0.6马币，对吧？那这个，我们看那个吧。哇，你数学也很好，对吧？算得好快。这个采购嘛是吧？是的，采购对数字比较敏感一点。这个就是薯片。哎，这个我看我那边吃的比较多就是多利多滋。多利多滋Doritos，这里有多利多滋，以前不是中国有的，后来现在中国又有生产了嘛？有。以前有一阵，后来不生产了，又变进口了，特别贵。你看这里
大码大概买到20马币，20马币，有分2个版本，有美国产的，还有台湾进口的。20马币应该是大包的吧？这个你看，大包的，这个是这个好像稍微小一点，这是联名的，有中文的。对，8块9啊，9块钱吧，9块钱是多少？你来算吧，我算不过。9块差不多也是4马币吧？对，4马币，5马币不到。啊，这个也是哈，都是8块9，8块9，8块9。天哪！这个是乐事的薯片，这里是9块9居多了。9块9，对，无论多少钱，你看15块，刚才16块几，都是拉到9块9，都已经自降了40%了，让你觉得你赚大了嘛？你看，就以它原价来折算一下，基本上就是6折，对吧？6折到7折。对。啊，如果你要像小姑娘胃口小的，她就想一包这样子的，1块9吧，就是毫不犹豫就会去买，1.1马币嘛，对吧？92块9，哦，12块钱。那我们再看这个，就我特别喜欢带小朋友来这里，你知道吗？就小朋友他们喜欢的东西，对，就比如说这种大的他吃不了，他就搞一个小的，然后又带一点玩具，啊，小朋友就喜欢奥特曼嘛，就带一点玩具。这个才多少钱？2块几嘛？对啊，就3马币嘛，3马币左右的。啊，3马币已经要超过5块了，现在已经1.74了。哦，对，是的。啊，这个好像也很好吃的，这也是本来好像是澳大利亚什么进口的吧？这种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牌子哈。是的，11马币嘛。然后它有几包？你看10包左右吧。我跟你讲一个秘密，我其实研究过零食，无论什么零食啊，它什么配方、什么内容，是薯片还是这种饼干，它都有每100克的热量都在2000到2500千焦左右。哦，可能它有个甜蜜点的，就放的糖分啊、油脂啊，有个甜蜜点，总是这样，你可以去验证一下。你看这个，今天又学到了。你看，哦，真的，薯片也是。那像这种星星杯就特别适合小朋友吃嘛，就1罐就差不多了。我们看啊，3块9、2块，哇，这个都是个 single digit。然后这边就是面包类的产品，你看它其实都是比较耐放的，饼干、零食、饮料。说到这个奥利奥，看到没有？我去每一个城市，我都有一个奥利奥指数。奥利奥指数啊，对，就跟那个麦当劳指数、巨无霸指数一样。对，我就看这个城市的奥利奥多少钱。好的，那你讲讲看你去过的地方的价格。我去的清迈的话，差不多是折合人民币啊，会折算成人民币，差不多7块钱一卷长的。怎么叫一卷？就是最经典的那种。对，卷。你看这里，这就看到了，是4块9。4块9，就2%，对吧？2/3的价格啊。然后吉隆坡那边差不多要跟清迈差不多，7到8，有的时候稍微高端的超市可能卖到9人民币，因为它这个也是已经国际化的公司。对，是的。你为什么不收我钱呢？就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再看这个加量的9块9，它其实是里面一共有4卷，然后再送你1卷，一共5卷这样子的啊，就是1卷是2块钱，你可以这么理解。扫码领红包再减2元。还有这样，居然有这样的活动，对，是搭配在这里的。我天哪！是的，就因为我很喜欢吃奥利奥，就是我不太吃零食，但是奥利奥我特别喜欢吃。对，我也是。这里有些坚果，我看这种大码也很多的，大家可以自己比较一下。像这样的坚果是多少？228半磅啊，半磅是30块钱人民币。对吧？10几马币嘛。对，10几马币实在太便宜，实在太便宜，10几马币。对，其实像我们小时候这种夏威夷果是很贵的，很贵啊，就是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吃嘛。还有开心果，对，开心果也是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吃。这个就10马币啊，11马币嘛。我天哪，半磅1罐啊！大家看啊，瓜子不用说了，很便宜，中国产的很多。好，我们再去看看什么酒是有酒，这个就是洋酒啦，威士忌，然后还有中国的一些。对，小小只。现在其实上海很流行一种喝法，就是自己来调，就在这个超市或者全家，然后过上精简的鸡尾酒了。就是买一瓶伏特加，然后你喜欢有些果味的，像这种果味的，然后再调一些果汁，再调一些绿茶、红茶，自己调一杯。然后你是看成本嘛，这样一瓶你不可能全部倒进去吧？倒一半或者1/3，那一罐可能就6块人民币，再加上一些其他，反正基本上20以内可以调一杯。外面买一杯咖啡的价格，你可以喝到一杯酒了。对，可以买醉1晚上了，是吧？方便食。我们看看生活用品。生活用品就正常的纸嘛，正常的抽纸，这个抽纸是6包，但它是小的，小方的。这个大码有便宜的，我买过一大捆的，就11马币吧，就是但是在很便宜的99这里面买的啊。你看它是6包，一包是100抽，100抽等于600抽嘛，对吧？8块9，对。我们看这里还有像湿纸巾是吧？都是3块几、1块几，它都拆的份比较小，那绝对不会让你感到亏。对，现在就完全没有那种07的元素在里面了，就没有一个说是自己快要07了，是的吧？那个日化再看一下，日化看一下，这个我刚刚用过，像妮维雅的这种，好吃是吗？对，8块9，对，这个冬天会用上。那这个沐浴露，其实这个我也想说，之前它不是这种包装啊，它其实这个泰国很便宜，应该就是泰国有很多厂嘛。是的，泰国这个比这里更便宜，但是这个已经比我们以前能感受到的，以前就是差不多这个价格。都是你看19块9、9块9，这个你看现在54到19，又是3分之一。以前我一直肥皂党，我一直用肥皂洗澡的，然后后来这个出来了，我就想试一试体验一下，因为它真的很便宜嘛，香香滑滑的啊，对，香香滑滑，然后男士沐浴露嘛，就对，后面就开始用这种了。
这个呢高露洁就便宜很多了，你看11块钱。再看这个李施德林啊，这个我们是买过，我是一直用的。你看这个12马币。这个我也买过的，这个在 NSK 啊什么都应该要比这个要贵，反正我记得可能是10几马币一罐吧。就是你可以理解成货架加 KT 版就能把这家店开起来，很快就支棱起来。加盟的话，你知道现在要多少钱吗？加盟现在没了解过，因为我本来是想第一批去加盟，但第一批他没有开，他都是直营店，然后自己把所有的上海的店给铺完了之后才开放的加盟。来看它的主打也是叫宝藏折扣，你看应该说明很稀有，但是又有折扣，品牌的东西。进行特卖，对吧？这个所以就叫好特卖，很好记。是这样的一家店啊。刚才呢，我们就是从这里啊上来，你看就在门口的对面啊，就有那个盒马了，是吧？就在这里，看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帽，是不是还是挺好的，挺舒适的。哦，其实也是红色基调为主，盒马是蓝色的，是吧？对，它就保留了那个 logo 上的蓝色哈，整个基调又变成很吸引眼球的啊，红色的。我们跑进去看，来抓一些元素啊，让大家看。门口呢，品牌名对吧？超合算。然后呢，这里写的就叫真实惠，够放心，就主打实惠和放心。下面呢有小时送，就是意思说它还是有盒马的那种配送的。对你，因为有那个手机上有 app 嘛，你直接可以在网上下单。右边呢就告诉你啊，关键词是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。那我们来去比一比这个店吧。我看看它现在主打的那几款啊，对，走。先看那个 DM 上面的一些介绍啊，车厘子就是 Cherry 啊，129一箱，它是5斤嘛，对吧？2.5公斤，2.5 kg 啊，而且它是礼盒装，就是让你可以送人的那种。猪肉就不用说了，你看，因为马来西亚的猪肉是超贵的嘛。是啊，这里猪肉是8块9一盒1斤啊，就是半 kg，1.2 kg 的有29是猪小排。对，这里是蔬菜，大家看一下吧，冬笋。牛奶一提是1.5升，大概是11马币，那这个跟马来西亚差不多。但牛奶没那么贵。优贝算是这个品牌旗下的，这里是算是比较好的，对，比较好的，对。但是跟大马的就是价格是差不太多了。是我们这次回来还发现有一点啊，就是中国现在大家可能注意到这一点以后呢，都凸显出牛奶的每100克的蛋白质含量都写得很高，这跑到5克了呢。这可能牛都不知道它有那么多。它就更像是一个巴萨了，是吧？更像一个菜市。你看它的堆放就比较随意一点，不讲究一点。蔬菜，因为它讲究一个快进快出嘛。是的。水果啊，看水果很便宜。香蕉半 kg 是3块6啊，进口的2马币，是菲律宾香蕉，对吧？那马来西亚吃的肯定也是菲律宾香蕉，看这种应该还是比较熟的。这样一盒大概是2马币，1.5 kg 是15块钱，10不到7。这个是橙子8粒，也是1.5 kg，对啊，14人民币啊。就是8马币，8马币啊，8马币。好了，我看了还是很便宜，1马币1粒嘛才。对啊。好，来看中间都是广告比较多哈。那它这里是蔬菜区，蔬菜是放在外面的，前面是有冰鲜的。我们看到是些牛奶啊，还有一些水果是放在冰鲜里面。这里是有些蔬菜。那我们要不从这里转一圈，好吧？来看一下。洋葱，2颗洋葱1马币，对吧？1.1马币，说的很好。这个呢？3马币油麦菜，3马币半 kg 的油麦菜，看看新鲜程度，还可以的。这种基本都是当日的，品质还好。对，像以前盒马主打的就是当日鲜嘛，对吧？生菜，你看，400克1包，一包是1点几马币400克，0.4 kg，1.5马币左右吧。这是长豆啊，四季豆6.7。我们看甘蓝菜，好大一颗。这个我经常会装成我的蔬菜吃的，差不多也就3、4块钱马币吧。4马币，对，不是0.8 kg 800克。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芋头，这个用真空还是包装的？包装的还是很不错，300克，7块9人民币。莲藕这个比较稀有，新鲜度还可以，还是可以。是的，大家都是来买菜的，就现在好像那种。露天的是早就几乎没有了，那种比较脏的那种地上的，就是马来西亚这种也蛮多的，那种巴萨也是有的，还越来越少。我家附近的几个都关掉了，基本没有，都是赶到室内去。室内，就像这种的是吧？在市场里面，对市场类，像 NSK 的这种感觉的。看一下，3块5、5块9、4块。花椰菜、冬笋，这个我也经常买，这个分的，中国的就很便宜，大概3、4马币一颗，好的有机的就是11块到15块马币。是的。这个是400克2马币，这肯定就是中国的。我们来看也比马来西亚便宜2个马币。来看看
哎，这边正好有它自有品牌的啤酒。对对，盒马是有自有的。你看跟刚才这个价格差不多，9块几嘛。啊，9块8，对吧？自有的啊，就看大家看这个 logo， 自有超合算。这种呢，精酿呢就是配料比较干净，但是保鲜比较短一点，而且一大罐就打开你要尽快把它喝完，它就会没有气了。它还分2种，因为我对这个不懂啊，它有什么区别吗？挺好喝的，白啤酒跟那种工业酒精那种比较苦涩感是没有的，啊，很爽口。但我看试一下，这个就是酒精浓度算比较高了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它主要是没有工业的那种，就是特别还是很清爽、清冽，很好喝。啊，就会感到啤酒是好喝的这种感觉。那我是感受不到。你感受一下，这种感觉上，你看它都有姜汁在里边的，是吧？就感觉是自己做的，因为它也是自有品牌，这就比较多。对，这都是自有品牌的 MB 的这个品牌。感觉它更讲究生鲜，楼上都是袋装 package 的 food 比较多一点，是吧？这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我看这个色拉就是写了是6折，6折就是你看这个价格的6折啊，是2个要一起看，就差不多13嘛，13乘以0.6嘛，对吧？ 8块钱，7块多，8块，7块多一点，就5马币左右，对吧？对，5马币还不到一点，这一大盒，这个蛮多的嘞，你看看330克，应该330克，应该会配给你酱吧？它酱好像没有在里面哦。这可以是你自己的中午的一份，有啊，还是包含酱的，对。但这个色泽我感觉已经有点不太有点蔫了，对吧？对，这个菜有点蔫了。烟居兄三明治，这个就包装都已经烂了啊，看到这里面也是乱七八糟。这个没办法，新鲜的东西可能品质就是这样，非常不稳定。对。好，我们再看这里有进入一些熟食哈，就是买回去就能够吃的。上海的特色咸草鸡，就是它有一些明显的咸味。对。然后呢，你不用任何调料就可以直接吃。对的，它是白的啊，是0.5 kg， 27块9人民币，现在是1比1.73。蛋糕，红丝绒蛋糕，超级便宜。这是上海人过年要吃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因为你自己要去买的话，你不可能这个配菜只买这一点。你看这种啊，就是蛋饺肉皮，对吧？鱼肉、蔬菜，还有丸子，虾，这是猪肉丸，对吧？还有细粉，对吧？对，粉丝，对，就是这上海过年都会吃，叫全家福，是吧？这个一份是30，对。那你要买好料的话就比较贵了，因为你没有那么少可以卖。是的，要买很多，对吧？是的，自己来煮。卖包子，哇，7块9，真的。这确实要比马来西亚要便宜了，现在生活水准来看，那这种9块9，一个是9块9比较多，8块9，梅干菜花卷，它是6只，那早上蒸一蒸就可以了，6只。看看这种配料有吗？这是自己做的，估计呢，其实配料还是，不能说干净啊，马上就看到各种各样的，还是有一点，还是蛮多的，还是有一点。这种发面制品就是这样。我们看这个馄饨，也是上海的特色美食之一啊，10只馄饨，我看看它多少钱，14块9。就是每日现包，差不多8马币左右吧，对吧？对，10只8马币。然后它里面也有调料包，就等于说你回家只要开个锅就行了，不用管任何的事情，放汤就好了。所以大家过来啊，确实方便啊，对吧？再看一下牛肉，这是肉制品是吧？嫩牛肉片，人家真好啊，让我们拍，感谢。这什么国产的是吧？对，牛肉是200克，哇，11。也是11，对不对？对啊，11，大概，但这个是有腌制吗？这个没有腌制，这里是有腌制的，300克，它可能部位不一样。鸡肉啊，鸡肉是800克10块钱，那比这个是鸡胸肉，就鸡里面其实最便宜的一部分啊，鸡胸肉、鸡腿肉，对，鸡腿肉，7块钱，对，7块到8马币。马来西亚总归是原价总归是在14.5是1 kg 啊，1kg，那还是略便宜一点。还有鱼啊，鲳鱼19块钱，我以前怎么记得鲳鱼是比较贵的，是。现在可能就是物流发达了，10块钱，它这个成本都已经做好了。对，以前在菜场买还是蛮贵的。对，你看这个还在动呢，那个花蛤，刚才看到里面还在动。对，花蛤其实都很便宜，你看1斤它6块9嘛，对吧？都是猪肉是猪肉吧？你看猪肯定是超级便宜的了，很便宜。17，肋排是比较好，54块钱1.2 kg。30几块钱，37块钱。其实这个蛋也很便宜，20马币1.5 kg，1.5 kg 20马币，这15块钱1 kg。我看这个蛋9块9， 9块9，12枚。12枚，这个蛋还可以，在马来西亚是分级别的 A，然后 B， 就是按照大小 size 来。就我们这儿以价格分级别吧，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级别标准。这种烤鸡、烤肉肯定就很，这种就很棒，就我也很喜欢吃这种烤全鸭，就一整只鸭子它已经帮你烤好。30块钱。对，其实这种超市里都有嘛。这很大只，就是我知道一直有什么9块9一只啊，什么一直有。它基本就你看头都没有切，你喜欢啃鸭头的也可以直接吃。对，吃法就很多。猪肉我们刚才看到是30块钱左右啊。然后这个是你说的带鱼烤全鸡啊，10块钱，2两烤鸡，600克， 12马币。
哎，这个也有贵一点的德式猪肘，看40块钱一个德式猪肘，哇，这个餐盘可以增加很多菜喽。对吧？我们小时候这样一包可能就要3块钱、4、5块钱吧，对吧？一小包的那种，现在只要20那么大一点。好，这是面包啊，我们来看9块9了。这些都是它的自有品牌。对，对，这还有个特点，就确实是它的自有品牌偏多一点。是的。其实我以前也对这个价格做过研究，就是如果一个超市做到大了之后，它的自有品牌的毛利其实是最高的。是啊，如果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嘛，对吧？自己定制，他只要把这个品类给做好了，做上去，对吧？哎，这个你小时候有没有吃过？香菇肥牛肯定有的，这个配色我就记得，小时候5毛钱一包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是280克10块8。那也没涨多少，就是没涨多少。魔芋爽这个马来西亚应该也有吧？卫龙的9块9一盒。你跟上面怎么比啊？我感觉差不太多。对，差不多。其实现在价格都打的已经差不多了，除非你去不同的品类的超市嘛。一组是这样一组是3罐，3瓶3罐，等于6块钱一罐嘛，对吧？6块2一罐， 3、4马币一瓶。啤酒肯定是便宜了，肯定是便宜，当然比我想象的确实还是要便宜，还是要日化品都是这些。我觉得上面上下好像重复的不算很多，是的，不算很多，非常好，没有重复。我们看这里还有冷冻的虾仁，对，大姜鸡翅，这个就有点像中国的 CP 那个正大的感觉，就是对，这个大姜小时候就听到，1 kg 是45块钱1 kg。然后看牛肉卷，这是安格斯的嘛，也是是 NB 的是吧？是他自己的 NB 的，54也是54的，1 kg 是50块钱，肥牛肉。好，来我们看看这边有纯水，可以比较一下纯水。好的，这还有各种各样的鸡肉啊、猪肉、牛肉，都是。这里有纯水，我们看一下，纯水我们差不多就是1块钱不到一瓶吧。对，这个其实已经算贵了，正常来说就是1块钱嘛，它1块2，对吧？但如果你是拿着一滴一滴的，就这个才12克一组啊。对，12块。这2瓶12块哦。对，这个不行，这个我们要7马币一瓶了，估计。可乐，我们来看，这个也是到处都有的吧？可乐便宜，便宜吧？这个可乐便宜，2块2哎。如果你在 Family 或者 7-Eleven 就是3块8。这样一瓶500毫升的，500毫升买3块8，3块。Family Mart 肯定是贵的，对，是贵的。不是以前很贵的嘛，进口的嘛。这是酒吧里面用的。这个在疫情的时候也是硬通货。可以用来跟别人交换很多东西的。是的，交换菜。那只有2块钱啊。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啊，我们去找那个社区的团长去买这个，差不多是6块钱一瓶，然后你得一打一买，一打就12瓶嘛，但现在只要2块一瓶了，找不到大象泰国的，不知道在泰国怎么卖。它这个玻璃就很贵啊，我感觉它已经比泰国还要便宜了，就比原产地还要便宜了。对，它玻璃也得要钱呀。这不要说水了不？天哪！冰红茶，对，这个大家都有看到过，好吧？6瓶20块。好，这是它自有品牌。这里基本上自有品牌含量很高，其实所以这种超市要卖的便宜，要跑量的话，加上自有品牌还是比较划算。对，也是一个必须的策略了。是的，这种超核算在其他地方你也没有看到过是吧？没有，其他地方看到都是那种盒马生鲜嘛。那门口还是利用盒马的这个自助结账是吧？大概就是这样的，这是盒马的，要用它的会员。现在也不用会员，支付宝就行，直接支付宝碰一下就可以了。而且是可以碰一下支付，就是手机打开支付宝，在这里碰一下 NFC 就这样就解锁就解锁。好，你看别人都是这样，这确实更友好一些。是的。门口也是很热闹，你看一个收银员就可以忙活过来，很 OK， 很好。这里也是一些过年的送礼的年货啊之类的，对吧？送礼只要100块钱就可以送礼了，也很体面，对不对？我们门口再讲讲感受吧。哇，怎么样？我们逛了2个超合算，一个超合算，一个好特卖，看名字都知道了，就是特别便宜。对，但是其实我们看这个地段啊，这个算是不算市中心，但是也是市中心，不是顶级的，也不像我们昨天去的那个，但也是不错的。对，新一线的这种。这边可能就是社区会多一些然后写字楼会多一些，但是商场可能没有那么的多。对，意味着什么呢？就是这里的租金肯定也是很贵的是的。那我想问问威廉，你有什么感受？2家超市逛下来。因为我最近去马来西亚了以后呢，我这个买菜这些活动变多了，然后我们每周大概要去2、3次购物，我的感受还真的是花销是蛮便宜，非常便宜，是的，他们的定位各不相同。其实别说你是去了大马之后啊，我就算在国内，我就感受到疫情之后这个消费的降级也好，或者说它的打价格战，
让我们所谓的老百姓得利这种感觉也好，就是明显的价格下降。所以你看来买都是这种叔叔阿姨的阶层，他们也都来买了嘛，是吧？是的，他们都变成他生活的一部分了。对，但其实你看，因为现在今天也是周中嘛，如果你到了周末，比如说我们一家3口带着孩子来这里玩，因为你看这上面有很多小朋友玩的地方嘛，那我们也会去刚刚我们去的那些好特卖啊或者盒马啊，我们去买一点玩的时候吃的零食或者饮料，都会这么去做。所以现在其实就是小朋友的钱跟女孩子的钱更好赚一点。哎呀，这个你看只发生在3年前，如果3年前我觉得在雪兰莪的这个生活成本是上海70%，现在要倒过来说，现在说上海是雪兰莪的70%，或者说是吉隆坡的60%这样子。对对对，但也是因为汇率的关系嘛，对吧？汇率，然后物价，因为物价经济是的影响，因为物价它是上海在跌，然后吉隆坡在涨，那一来一去可能就差了很多了，是吧？好吧，这个怎么讲是很好的一面吧？从短期从消费上来说，是的，短期是好的一面啊，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了，长期对经济的刺激不是很好，对吧？是一个通缩循环之中，这是一个现状。其实观众也可以讲一讲，比如说你在那边有什么，大马那边有很便宜的东西啊，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，或者说你想看到上海哪个产品跟大马做对比的，你也可以在留言区留个言嘛。对，就像我不在，这个小陈也可以给大家拍。是的，我就等威廉姆给我消息，哎，小陈你快去拍一个什么什么，我现在要用，我就没问题，马上去。好的，拍一个500平的别墅。好，但要验资，我没有这个资，没法去。大家不可能不懂什么叫验资，对，就是要证明你有多少资产，他才带你去逛，去看这个。就是你把银行流水给他，你看我有500万，你才能去看那个房子，而不是说我可以去买了。好，那先这样啊，好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